如果今天这个员工就是不肯去打疫苗，是否就是我可以直接把他开除掉呢？欢迎来到我们美 US Law 本地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杨台新律师。我们今天要来说的主题是，现今随着 COVID-19 疫苗普及化，身为雇主是否可以要求员工在回来工作场合工作之前，一定要去打 COVID-19 的疫苗呢？简单来说是，雇主可以有这些要求，但是有两个主要的例外。第一个例外是宗教，第二个例外则是医疗。我们先从宗教谈起。美国的这个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也就是EEOC 平等就业委员会，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告诉雇主说，如果今天员工是因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然后他真实的认为他信的这个宗教信仰是不允许他去打这个 COVID-19 疫苗的，在这种状况之下，雇主的义务就是 engage in interactive process， 也就是说坐下来一对一跟员工好好的去谈，谈完了之后，雇主则有义务来决定怎么样的状况叫做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所谓的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就是说特殊的状况，也许譬如说让这个员工继续在家工作，或者是否让这个员工在一个公司里面偏僻的角落，不要跟其他的员工有太多的这个互动，为了顾及其他员工安全呢？至于怎么样的一个做法算是一个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这个说实在是一个 case by case， 每一个案例都不一样，得每一个案例去看，仔细的去调整。第二个例外就是医疗方面的例外。假设员工今天说我不能打这个疫苗，然后并且有出了一个医生证明，如果是这种状况之下呢，雇主一样有这个 interactive process 的 obligation， 就跟刚才所说的一样，了解一下员工的需求是什么。那至于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下算是一个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还有就是说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下雇主可以采取对员工开除的这个状况，今天我们要回答的是一些 COVID-19 疫苗比较常见的一些 Q&A。 第一个问题比较常见的就是，如果说今天员工去打了这个 COVID-19 的疫苗，结果变成严重的反应，是否在这种状况之下可以申请工伤保险 Workers' Compensation 呢？答案是我最喜欢的律师答案就是 It depends，得看状况而定。应该这么说，如果今天雇主是规定员工必须要去打这个疫苗，那非常有可能的确在那种状况之下，如果超过2-3天的这个严重反应，很可能员工的确有这个权利去申请工伤保险，让工伤保险来帮忙给付一些因为对疫苗严重反应而需要去给付的一些医疗费用。第二个常见问题就是，今天是某种行业、某种企业，是否对于某些 industry， 雇主更有权利来要求员工一定要去打 COVID-19 的疫苗呢？答案是对的。如果打个比方，如果今天是服务业，在餐馆工作，或者是今天是开个诊所，所以每天都要接触很多病人，这一类型就是让员工必须要去工作场合上班，而不能在家上班的这种工作性质，的确在这种状况之下，为了避免对别人，不管是病人或是顾客或是其他员工造成人身威胁，的确会是一个对于雇主很强大的一个理由，能够让雇主来合法的规定必须要去打这个疫苗。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许多人会说，那假设我不去打疫苗，或者是身为雇主可能会说，如果今天这个员工就是不肯去打疫苗，是否就是我可以直接把他开除掉呢？这个又是另一个比较属于灰色地带的一个问题，因为答案是Again, it depends， 得看状况而定。打个比方，如果今天这个雇主是开一个诊所，然后呢，员工所以必须要接触许多的病人，不施打疫苗的员工相对的来说对别人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员工并不是因为宗教或者是医疗上的原因必须要去避免这个疫苗，
如果只是个人意见，这种状况之下，雇主是有很强大的理由，可能是可以来开除这个员工的。相反来说，如果今天这个雇主是律师事务所，然后呢，基本上多数员工都在家工作，然后短期内也没有让员工回来上班的这些计划，那么在那种状况之下，立即开除的可能性或是合理性可能就相对较低。所以这种状况其实是必须要 case by case， 每一个案例去好好的看，评估他不打疫苗的风险，跟这个员工个人权利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许多人可能会问的，就是说未来企业是否能够一个 candidate 是否已经去施打了这个疫苗来作为一个 selection criteria 呢？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将来要雇用新的人，是否对于新进来的人可以规定说 OK 我们只选择有施打 COVID-19 疫苗的人呢？答案是说实在 it depends， 得看这个雇主的 industry。 因为呢打个比方，如果今天雇主是个医院或是诊所，或甚至是一个接触人非常多的服务业，有可能在这个 offer letter 给出了之后，可以去要求有这个打疫苗的证明，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呢如果是其他的比较没那么接触人那么多的行业，那可能就不见得了。这个状况其实现在大家都还在热烈讨论中。我个人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很可能接下来政府会说 OK，你不能就是在这个面试的时候就去问这个问题，但是一旦 offer letter 给出去了，也许可以作为就是上班工作之前的一些条件。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如果有新的法律或是新的规定出来的话。谢谢您，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